庆哥，按照约定，我拿钱来赎姐姐了。凑齐了，你这臭瞎子还真能耐，我这就把你姐姐还给你。姐，我来救你了。可，你怎么这么冷？冷？呵呵呵，小瞎子，死人能不冷吗？什么？我姐死了？她怎么会死？我不是说好了今天来赎她吗？臭瞎子，话要听清楚，我们只说放过你姐姐，可没说放的是死的还是活的。昨晚我们家少爷可是特别关照过的。来的是我，你很失望吗？进了我赵家的门，就是我赵家的人。你一个下贱的仆人，想还了钱就走？哼！要想离开我赵家，要么给我累死丢出去，要么被我打死丢出去。知道你今天要来，我们园林少爷昨晚就先招待过你姐姐了。你要是早点来，说不定也能……你们这些畜生！你个死小瞎子，找死！臭瞎子，带着尸体赶紧滚！真他妈晦气！想不到找了几百年的胚子，竟然是个小瞎子。罢了罢了，这可能就是天意吧。小二，结账。人都死了，三魂七魄已入轮回，还来这医馆作甚？我给我娘拿药，不是她。为什么亲姐姐的死还没有什么情绪波动，拿着骨灰也没有什么表情，却因为捡了2个没人要的馒头而笑出来？嘿嘿，老夫不过是前段时间拆了一座宗门而已，这北凉国护国法师竟然亲自上门吗？小小原因，记得也好，省得双方都麻烦。见过前辈。关奇回来了。翠薇呢？翠薇姐死了。他妈的，钱呢？妈的，老子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把你的眼睛蒙起来！晦气的玩意儿，看到你这双眼睛，老子就要出钱，早晚给你抠了。你是不是拿钱买药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从3年前逃荒来投靠叔父，这炼狱般的日子就开始了。别打！别打孩子！病秧子一个，还他妈花钱治什么？早点死了算了。早知道就该把你也一起送去赵府做下人，死了还能多赔点钱。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嗜酒烂赌，我们家又怎会如此？母亲的病又怎会一拖再拖？姐姐又怎么会被你卖到赵府，最后活活累死？真正该死的是你，是你李大山。当初要不是老子给你们娘俩一口吃的，你们早就饿死在城外了。现在竟敢对你老子拿刀！哈哈，10贯，老子这次肯定能翻盘。这次我要连本带利的赢回来。
这是姐姐的骨灰。从记事起就没吃饱饭，父亲早死于饥荒，投靠表叔后噩梦开始，母亲病了他不管，姐姐也被卖掉，我每日乞讨为生。死就死了，还烧什么骨灰？李大山，你该死！关奇，过来。关奇不怕，死就死了，死了也好。娘，你也要扔下我吗？我怎么办？娘没本事，让你受苦了。以后你一定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去看遍千里江河，人间灿烂。娘，我没有娘了，我也没有家人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天黑那会儿刚来过吗？我告诉你，干我们这行的都是凭良心做事儿，实文铜板，我真没多收你钱。我娘也死了，能帮我搬一下吗？我扛不动。先暖和一下，我这就穿衣服出门。你这孩子，命也太苦了，若是不嫌弃，以后就给我当个打下手的，不说给你多少钱，起码饿不死。哼，娘，养育之恩没齿难忘，关奇一定会好好活着的。命数如此，就算我在，也没办法逆天改命。你找谁？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爷爷。我们离开这里。能吃饱吗？能，不光能，我还能让你顿顿吃得饱，穿得暖。开启心眼尤为困难，希望这次能成啊！心无挂碍见微尘，一无所执透视心。万法归宗皆入眼，一念不起是真人。静坐凝神数心跳，星光渐现映乾坤。忘却色相得真谛，心眼一开悟天机。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颜色，好似有一道无形墙壁阻挡。空灵道体啊，开心眼儿也不过7天，这等天赋，堪称绝世妖孽。我看得见了，我看得见了。识海道台还未成型之前，有此心眼也够用了。爷爷，看得见了。哈哈，放心，以后等你具备神识之时，自然看得见世间缤纷颜色。不过你初开心眼还是要少用，用多了会消耗精气神。来，过来，
爷爷给你准备好东西了。原来这就是铜钱吗？今儿还泡啊？不是泡药，过来。爷爷，您老该不会让我背这玩意吧？这玩意起码有500多斤，孙怕是有点吃力。500斤咋了？你如今都断体巅峰了，500斤又不重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背着这玩意吃饭睡觉，上山下山。那打拳的时候呢？当然也背着。睡觉都得给我背着。臭小子，都是为了你好啊！狗蛋儿回家吃饭。翠花回来啦！陈晨儿，这孩子还不快点回来，跑拿公文去了。一天天的不到家，跟你爹一样，干脆死外边好了。孟晚书对谁都冷眼相看，就对李官奇愿意多说2句。这死瞎子有什么资格和我比？哎呦，李官奇，你个死杂种！你再等我2年，再过多少年都一样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我要回家了，我娘都喊我吃饭了。李婶儿，今儿这是什么日子啊？还炖了小母鸡。是官旗呀，吃没吃呢？婶子给你拿点儿。原来李婶儿长这样啊，还真没吃呢。这不是狗鼻子灵吗？不想吃我爷爷弄的糠咽菜，寻着味儿就来了。正好，婶子这还剩了半盆，我再给你盛点米饭，你端回去和你爷爷一起吃。谢谢李婶儿。哎，李婶儿这手艺，不去下山开个馆子，真是可惜了。臭小子，就数你嘴甜，等着。好嘞。哇，好香啊！李官奇，你是属狗吗？每次我家做好吃的，你都准时准点来。原来婉叔长得这么好看。孟婉叔，你说谁以后能娶了你这个贤妻良母呢？臭瞎子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孟叔叔怎么回来了？以后早去的晚书都快到拜同之龄了，还没个正形，滚犊子！好嘞，明儿给孟叔带酒哈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果然还是老孟他媳妇的手艺最好。才开了心眼，事物多久就这么用。今天多打100遍拳桩，今儿力道控制的不错。要是中了，明儿我就得去老赵家吃席。知道了，爷爷，你老就是啰嗦。我这不是刚看见有点新奇吗？下回不会了。您老又去找老卢头下棋？关你屁事儿！好好练拳。我进山一趟，找点东西，过2天回来。明天记得下山给我买酒去。好嘞。开了心也能视物，虽然只有黑白2色，但对我来说也是天大惊喜。能知晓白天和黑夜的日子，真好啊！爷爷今天怎么还没回来？爷爷还没回来吗？爷爷有时候钻进山里，一去就是几天，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先给他下山买酒去吧。
终于到了，这次又快了不少。大伯，这个年糕多少钱？小姑娘，1文钱。这么便宜，给我拿3块，不，4块吧。他那个狗鼻子要是闻到了，肯定要说我不给他买。姑娘，你拿好。谢谢大伯了。快跑啊！赵家来了！老不死的，不交钱还想摆摊，不知道这一片都被我们赵家买下来了吗？别踩啊！这些都是新做的啊！大老爷，我身边的兄弟们不吃饭吗？你们这样还有天理吗？管你什么事，我们赵家就是天理。你也想被揍？狗三，那个女子少爷我看上了，跟上去了。少爷你放心，小的这就去办，办得漂亮点儿，剩下的都是你。是，少爷。告诉你，1个月3贯铜钱，不交就别来摆摊，一次我砸一次。大老爷，不是先前还是1贯铜钱1个月吗？这怎么刚过了2天就涨了这么多啊？1贯，呵，我身边的兄弟们不吃饭吗？是，小老儿，我知道了。去，城里前段时间不是抓了个人贩子老太太吗？叫什么来着？梅姨，去把她给我喊过来。另外去个人，想办法把那个小丫头拖延一下。这小妞真水灵啊！你确定这就是那个梅姨？这特娘慈眉善目的也看不出来啊！大人这就不懂了，我不这样，哪里会有那么多人上当呢？博取同情心就是干我们这行的基本功。那就交给你了，事儿办成了，赏银30两。好嘞，您瞧好吧。赵老板，哈哈，小瞎子，你可是好久没来了呀。赵老板倒是最近生意越来越红火，胖了不少啊。还是老样子。4坛桂花酿。老主顾，4坛桂花酿。还喊上一声老主顾，怎么着？怕你伙计给掺水啊？可不能乱说，哪儿敢啊！我赵大福做生意就靠一个诚信，喊着玩的。老赵，萧伯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摊子还让人给掀了呢？哎，别提了，最近我们这3条街啊，都被一个姓赵的家族给买去了。结果这赵家一上来，租金就整整翻了1倍不止。这几条街的铺子，如今我们都在想着要不要换地方了。赵家，这赵家倒是够霸道的，他们这么做就不怕你们退租换铺子吗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我是准备换地方了，便宜点都不怕，不然这租金谁受得了啊？老板，4坛桂花酿打好了。狗东西，你这品质没降，酱料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也没招吗？老赵，生意不能这么做，我去看看萧伯。换啊？换什么？换坛子。换什么？榆木脑袋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我估计当时看热闹那个蓝裙子小丫头凶多吉。闭嘴，不该说的别乱说。什么蓝裙子小丫头？怎么回事？不能，肯定不是。晚叔什么时候下过山啊？
看清长什么样了吗？多高？差不多这么高，长得挺好看的，具体长啥样没太看清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哎呀，那丫头早就离开了，没准这会儿都出镇子往回走了。我看未必，那狗三就是个地痞流氓，他给那个大少爷当狗腿子，多半啊。萧伯，是我。哎呦，是李小友，你看我这，哎。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小丫头，13、14岁，比我矮一点，穿着一个袖口绣着白色小花的裙子来你这儿买年糕？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个小丫头。那小丫头一开始买3块，后面又改口买4块，我又给重新装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小丫头往哪里走了？镇子东边。再晚天黑之前就没法到家了，到时候父母不知道要有多担心。姑娘，给我点吃的吧，这镯子是我的。姑娘，你给我口吃的就行。这个给你，你松手吧。我都给你吃的了，你放手吧。啊，痛！我不要，你快拿回去。姑娘，带着吧。娘，你在哪呢？咱家那镯子可是给我媳妇留着的。娘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儿媳吗？我才不是！你不要乱说话。哦，怎么不是呢？你都带着我们家的信物了啊！这小姑娘都答应了我们家的亲事，亲手收下了我们家的传家宝，如今倒是想反悔了。就是啊，看他手上的镯子，可值不少钱啊！狗三是怎么还反悔呢？哪来的娘？这丫头。住手！你敢！臭娘们，给脸不要脸！既然你砸了镯子，我们这镯子价值300两白银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就跟我回去成亲。做你娘的狗梦！我今天就是一头撞死在这里，也绝对不会跟你走。呵呵，小娘子还挺烈，来，兄弟们，带走！还想跑？狗哥，你没事吧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我弄死你！狗哥，使不得！这要是动手了，少爷那边没法交差啊！救我！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！我不认识他们，那老于和他们是一伙的，我给了他吃的，镯子是那老太婆硬要塞给我的，救我！哪来的乞丐？滚蛋！别特娘多管闲事！爷爷，回头再骂我。婉叔，把眼睛闭上。什么时候我让你睁开再睁开？我说让你别多管闲事，你耳朵聋了？芙蓉村虽然有些人很讨厌，但也有很多人真心对我好。婉叔嘴上天天骂我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却都要给我留一份。废了他！他可能是修仙者。
去死！啊！杀人了！快跑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看我的信号，烟花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以为我要，你怎么来了？幸好你来了，小瞎子，我好害怕啊！不怕不怕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不能再哭了，我们得快点走。最后那个人放了信号，估计很快就有人追上来了。来，我背你。这长兴镇外围10余里，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根本没地方躲藏。从现在开始，背对着我数数，数到500的时候，我肯定就回来了。马背上的少年，就是8年前赵府的大少爷，那个不把姐姐命当命的赵元林。你是那个瞎子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竟然还没死！我还以为8年前那场大雪早就把你冻死了。和你姐姐一样，都是贱命货，还在当乞丐要饭。17、18、7、8、9，他和你是什么关系？我未来老婆啊。这等力量已经不是凡人能有的了。我现在很穷，但是我有10贯铜钱。今天我也用10贯铜钱买你命。我可是断体境修士，岂能怕你？杀了他！谁杀了他？少爷，我赏100两黄金。是。看剑！哈哈，看你怎么办！不好！10贯。瞎子，你不能杀我，不能杀我！我马上就要测试灵根了，我是要成仙的人，别杀我！只要你不杀我，我给你很多很多钱，灵石，对，我给你灵石。你这条贱命就只值10贯。御剑飞行，筑基境修士。哈哈哈哈哈！剑种，剑种，你杀不了我。下次再见，我一定扒了你的皮。赵仙师，先救我。那个剑种，一会儿再去抓。之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俊俏？以后若是有机会，必杀他。醒了。臭流氓！要不是他们，我这会早就回家了。这回知道真流氓和假流氓的区别了吧？
我未来老婆。少喝一点，暖暖身子。你不会是想喝了酒对我做什么吧？想什么呢？我平时打拳体质好些，你不喝点酒暖身子，扛不住要忍风寒的。那你也喝。行了，老孟，没啥事儿。俩孩子被雨隔住了，明儿一早就回来了。臭小子敢做什么，我就宰了他。还有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出手？区区筑基比碾死一只蚂蚁都简单。我去和老卢头下个棋，一会儿来见我。刚吃完，老卢头，今儿我在最后陪你下一局。老孟还有村西头的张老汉，我都知道是谁，可偏偏唯独你，我苦思冥想了8年都没想通，你到底是谁？姓甚名谁？我就是个孤寡老头而已，名字嘛，卢天成。卢天成没听过，那就应该不是什么大人物了。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的名字有多么有悖天道，只要我在这儿，我孙子你就不能动，你也动不了。能不能动，总得试试不是吗？那就现在吧，我怕明天太忙，我来不及。老孟，我劝你看看这局棋。看来苏老头今天是想跟我们摊牌了啊。那姓卢的老头呢？都看了。看了又如何？没看又如何？你们这帮老不死的就很烦，老子好好和你们说话都没用是吧？非要让我去玄门域亲自找你，一个化身境的分身留着不好吗？还请您大人大量，我立马离开大夏域。这才对嘛，老夫是讲道理的，最喜欢以德服人，最不喜欢动手了。那卢天成呢？杀了，没办法，他不听我讲道理。你花费大精力推演天机，提前了整整15年在这里等我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放弃，毕竟在这儿还有晚书。关奇这小子我也挺喜欢的，我就不掺和了。但是我想问问，那件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算了，我就不争了。明后天我们一家就离开这里。你该不会是怕我孙子给你拐跑了吧？反正他们俩这辈子都再难相见，今天我就不管了，吃亏认了。果然还是老夫我以德服人啊！不愧是修炼至今的2大狱主，都很从心嘛。啧，玄门狱主张启玄，神宝狱主孟江初，很识时务嘛。快喽，剩下的路就得这臭小子自己走了啊！哼，这酒难喝，不喝就不喝，洒了干啥？败家玩意！昨夜就差一点。爷爷，这次下山，我杀人了。挺好的，该出拳出拳，该杀人杀人。不过师出有名，杀人要有理由，要能说服自己的本心。你若是滥杀无辜，我都亲手废了你，听到没有？走吧，去后院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忍着点。爷爷，您就来吧，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我能受得住。臭小子，终于成了，你小子也不怕我害你？爷爷若是想害我，这么多年就不用天天往山里跑给我找灵草了。8年前直接让我冻死街头算了。爷爷，你是不是准备走了？以后
还能再见吗？那得看你修炼的够不够快了。修仙路漫漫，一定要小心那些非亲非故却对你好过分的人。一些修炼了几千年的老怪物突破无望，就会想一些歪门邪道的手段夺舍于你。我此番离去，逼不得已，危险重重，我不敢带你一同离去。明日之后，你便可以下山了。这剑冠就是我送给你最重要的礼物，剑冠切记不可离身，一定保护好。爷爷，真就6个菜都凑不出一个热菜吗？哦，爷爷这是让我喝酒了。明日你便要下山了，不会喝酒怎么能行？你小子倒是慢点啊，哪有你这么喝的？好好的美酒，让你喝出一股子江湖气来。可我也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辣。爷，我下山之后干嘛？你小子现在已是锻体巅峰了，下一步就是引动天地灵气入体，达到炼气境。到时候配合你的心眼，则和正常双眸并无而已了。你都已经14岁了，正是拜宗之龄，是时候该下山了。天下宗门无数，不说整个大夏域，就连这青云大陆都有无数强大的宗门林立。那我该拜入哪个宗门？大夏剑宗。不用想了，不是什么大势力，但却是一个门风极正的宗门。你我天涯的一方，我追着你的约定，泪却湿了眼眶。往事随风怎能忘？似水般事了茫茫，夫妻深情一场，皆是所念及所想。只恨我失了前程。爷爷，您倒是给我留点盘缠啊！好家伙，足足走了3个月。那家伙是谁？背着那么大个棺材，还能健步如飞，这家伙体魄不弱啊！如此体魄，怕是足以媲美锻体巅峰。这位前辈刚刚是要做什么？小娃娃，不用怕，那只是一个计时的符咒而已。去吧，抓紧时间，越早上去越好。谢过管事，那小子就先上去了。思这体魄，我还想让他把身后的东西摘下来呢。2个时辰，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天梯，少说也有几千阶，可不是个简单事儿。这人也忒多了吧？看来拜入宗门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啊。听说去年大夏剑宗拜宗之人多达18000余人，最后只有接近100人被收为弟子。还真是自己淋过雨，就要把别人伞撕烂呢。哼！哇，那个人怎么能跳那么远？快疯了吗？他要干什么？那下面是悬崖啊！好家伙，兄弟，你这体魄是真牛。兄弟过誉了，你也不差。对了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林东。瞎子，李观奇。2位兄弟，你们好，在下李胜安，偷偷藏了几个鸡腿，要不要一起吃？我放怀里了，放心吧，用油纸包着的，绝对没汗臭味。我叫林东，这位兄弟是李观奇。你别说，
爬着台阶都要累死了，还真饿了。是啊，去年也没听说要爬什么楼梯啊，直接找人花点银子就抬上来了。好家伙，天金峰外门大师兄周志、大师姐江素二人亲自前来接引吗？时间到，没有登上阶梯的可以回去了。胸前灵符燃烧殆尽者，请出列。运气还真是不错，就差一点。天知道我有多辛苦。我不过是服用了一些有利气血的活血散，我都已经是断体巅峰，凭什么也要剥夺我的资格？你觉得自己木火双系灵根天赋很高，看不上其他人是吗？没错，凭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也有人这么想？你们还不如他有胆子。你叫什么？罗虎，投机取巧之辈，大夏剑宗不要，爱谁收谁收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抓紧滚。大夏剑宗连一个瞎子都要，这早已落寞的宗门不来也罢。大夏剑宗收取弟子，一看品行，二看毅力，三看天赋。你不是不服吗？给我看看你的灵符。你不是不服吗？现在呢？不用废话了，滚蛋！灵符燃烧多少，根本没有任何影响，就像是李胜安手里就剩下指甲大小的黄符纸，同样通过了第一关考验。这连关卡都不算的一个考验，只是在测试所有拜宗弟子的心性罢了。2个时辰的时间，就算中途休息一炷香，只要不放弃，是肯定能够完成的。所以这一关就是考验所有人的毅力罢了。如此看来，大夏剑宗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宗门。这要是换做其他宗门，肯定会抢着收罗虎为徒，说不定还有可能成为炼丹师呢。而且杂系真灵根和木火真灵根的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，这是属于相生灵根，修炼速度仅次于单系天灵根的存在。不过大夏剑宗如此作为，更是让许多平民百姓出身的子弟感受到了一种公平。没错，就是公平，每年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事情。呵呵，所以我们大夏剑宗虽说人数不多，但宗门内部却十分团结，这叫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怎么了，关奇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总有人在看我。啊？你看得见？看不见，我是真瞎子。也不知道我这3系杂灵根能不能通过灵根测试？怎么？很难吗？难道你对这些一点都不了解吗？不用觉得太大张旗鼓了，有些宗门在广收门徒之日，甚至宗主都会亲自到场。这场测试出来的修道好苗子，肯定会被各大长老争抢的，甚至一些天才之辈会直接跳过外门历练，直接进入内门。如果能直接进入内门，资源要比待在外门好上无数倍。老夫是宗门的司行长律明琴弦，现在开始灵根测试。李牛，古龄13岁，金水镇灵根，可入天金峰或天水峰。即日起便正式成为大夏剑宗外门弟子，族中父母可获金银100两。蓝长老，这名弟子不如就让给我们天金峰吧，又不是女修，就让我们出风头如何？孟林海可以给你灵石500。给了，我给还不行吗？讨个头筹的彩头，哈哈。不知道这一届的弟子能出来几个天灵根的？有几个不好说喽。
天灵根哪有那么容易出现？能有几个真灵根都不错了。天灵根不说万里无一，那也是凤毛麟角。哎，今年也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下那些崽子，挑几个师弟回去。木系灵根的怎么就这么少呢？老子天雷峰到现在都3年了，没有新弟子了。3年了，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今系天灵根，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竟然是天灵根！你叫什么？回长老，小子名叫赵元林。好，好，好，日后你就入我天金峰，正式成为我天金峰内门弟子。我也可以收你核心弟子，你意下如何？怎么还想在这看看？当然。这里可是有一位和我同乡之人，我也想看看。哦，关系不错。不，一个能用自己亲姐姐性命换10贯铜钱之人，我可不收。只是在下有些好奇，这样的人大夏剑宗也会要？兄弟，别冲动，忍一忍。忍个屁！谁是谁非还不一定，怎能听一人之言？况且那小娃娃又不是接不下这一拳。该死的瞎子，你想死！李关杰，你竟敢在一众长老面前出手，你是在害怕我揭穿你的恶行吗？你腿子狗杂种，你就是在害怕！哈哈哈，你在怕我？够了，安静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也疯了吗？就算是关奇没有做过那些事，赵元林身为天灵根，必然会受到偏爱，成为那内门弟子，甚至是长老门下的核心弟子。你出头，不怕以后被报复吗？若人人都不作声，看见不公都选择闭上眼睛，那还修仙作甚？我相信他不是那种人。好一个言语如刀，诛心之语！你既然说他无情无义，那便拿出证据来。空口白牙，随口之语便毁了一个人，谁都能说。那我还能说你是个好喜龙阳之人，你能如何？村口的狗叫了，其他的狗也跟着叫，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叫。人和畜生的最大区别就是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，如果连明辨是非的脑子都没有，呵呵，你要干什么？没错，我是从你赵府拿了10贯铜钱，可是你敢告诉所有人那是什么钱吗？我都说了，那你是卖……闭嘴！那10贯铜钱是我姐姐李翠薇入你赵府做工生死的钱，仅仅月余的时间，我姐姐便被活活累死、饿死，就连死，你们府中下人把她尸体扔出来的时候，你们赵府都舍不得给她盖上一件破袄。那看大门的赵庆更是想要克扣我姐姐枉死的10贯铜钱。说没错，我从小就是个乞丐，你赵府大鱼大肉、残羹剩饭，对我来说就是救命的一顿饭。下人身死，主家赔钱10贯，历来如此。可就是在你眼中，我们这样的人命贱，就只能一辈子当乞丐，见不得我半点好。我姐的10贯铜钱是买命钱吗？算也不算。8年前我只有6岁，当时赵庆只给了我4贯铜钱，当时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，那是我姐最后的尊严，必须给我。这就是你所谓的10贯铜钱？那又如何？你就是天生贱命，拜宗又如何？我是天灵根，天灵根，你呢？怕是连灵根都没有吧？老徐，他住口！孟林海，区一个天灵根，你就要破宗训吗？今日你若敢拦我，我就连你一块儿走。住手！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啊！救命！别打了！
赵元林，天灵根又如何？品行不端，我大夏剑宗绝不收你。既然如此，诸位长老不如让我来测试灵根吧。你不是也很想看我这个乞丐有没有灵根吗？那你就睁大了眼睛好好看着，千万别眨眼。如此心性，不要也罢。好，测。今日就算你是3系杂灵根，我天雷峰也要了。哈哈哈哈！废物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测灵珠都碎了，你怕是连3系杂灵根都不配拥有。哈哈哈！你天生就是贱命，贱种！聒噪！那个，这玩意不知道咋就炸了，不用赔钱吧？你们该不会是想的那个吧？快，去天柱峰把测灵碑取来。难道是天灵根之上的王品灵根吗？难道是真的？这么多年，好像只有12年前出现过一次王品灵根吧？没错，那个人就是现在的大师兄，宗主的座下弟子吴炳。据说大师兄正在闭关突破金丹境，如果能在3年内破境，那可是不过而立之年的金丹境修士。难道真的没有灵根吗？那测灵石为何爆裂？测灵者姓名：李观奇。李观奇，圣级灵根，空灵根。啥玩意？空灵根？那不就是没有灵根吗？这都能算圣品灵根？玄火，杀力极高，我还能教你炼气，炼丹也成。滚蛋！杀力高还得是我们金系，剑修修习金系灵力，如虎添翼啊！玄水，我天水峰全是女弟子，道理都好找。玄土，我土。哎呀，我收你当关门弟子，我的月俸都给你。来我天目峰，我让峰主收你当关门弟子。老夫也不是不能收徒，你300-500年都没收过弟子，能教导个屁！那个长律对事不对人啊，不准以后给我穿小鞋。峰主快来啊！闭什么关闭关，圣品灵根的弟子晚来一步都没了。大哥，快出关啊，来天门洞抢人。喂，骂我作甚？快来抢人！圣品灵根弟子啊！拜见宗主，拜见宗主。堂堂一峰长老，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所有长老各罚3月月俸。我后面几个月的胭脂水粉都买不起了。蓝河顶撞宗主，再多罚1个月。这个月外门开课多加10次讲学。或许这宗门是个安身之所。我叫陆康年，是大夏剑宗第38任宗主。你叫什么？晚辈李观奇，在此之前可否容弟子处理点私事？
站住！污蔑我就想走，怕是不太行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加入大夏剑宗便是了，这就下山。你我死类，生死无怨。准备死类吧，污蔑之罪，活下来就免。如果我赢了，让我走。当然，你想留，大夏剑宗也不会要。此类不仅用一切手段，一人生死结束。开始。去死！姐，弟弟给你报仇了。看到没，老陆就是半路出来截胡的。咂咂，这是收了五饼之后关了门，还要再开门啊？呸！臭不要脸，陆康年，开门关门这么随意吗？李关奇，今天可是你第一次测试灵根。以前每次问我爷爷，他笑而不语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啥灵根。方便告诉我你爷爷叫什么吗？苏璇。苏璇？没听说哪个元婴修士叫这名字。无妨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们都解释解释，为何叫空灵根。空灵根也被称之为空灵之根。这个灵根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修士可以任意选择8系灵根中的任意一系作为自己的灵根，并且选择的灵根纯净程度远远高于天灵根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3系灵根的修炼速度是1个水桶，再给水缸倒水，双系真灵根就是4个水桶，而5行相生的真灵根修炼速度则是6个水桶，而5行单系天灵根则是10，王品灵根则是15，圣品则是20。那圣品灵根之上还有吗？有。天灵根之上竟然还有更强大的灵根！天哪！难怪所有宗门都要看灵根，看天赋。天灵根已是天才之资，王品灵根万里挑一，称为天之骄子。圣品则是看机缘运气，数千年难见一个，被称为妖孽之资。圣品之上还有神品，拥有此等灵根之人都是身具大气运之人，所拥有灵根乃是某一种灵根的极致表现，修行速度更是好比30个水桶。据说那6域之中，神宝玉域主的女儿前不久就觉醒了圣品的冰系灵根。好了，他域之事了解一些便可，给你们说这些也只是给你们长长见识罢了。王品灵根在我们大夏域已是难能可贵，更别说咱们的青云大陆了。今日能有拜宗弟子觉醒圣品灵根，更是宗门盛事，昭示着我大夏剑宗气运强盛。今日所有拜宗弟子，只要是3系灵根者，皆可入宗，暂且加入外门。那个宗主呀，你看那小子身后背着的，像不像大号的剑侠？咱们又是大夏剑宗，依我所见，这小子绝对是选的金灵根。依你所见，你能看到啥？万一他选了土呢？哎呀，万一选土，选个串串土，选土我吃3斤人中黄。好，很好。这个月天柱峰的所有人中黄都由你来收拾。
怎么回事？今儿个屁！我们天雷峰的雷系灵根才是杀力最高的。小子选择雷系，哈哈，没事，跟随你的内心选择就好。我还以为能再收一名弟子呢。看来从今往后要给天雷峰的资源有所倾斜了啊！弟子李观奇，入天雷峰。觉醒圣品雷灵根，赏炼气丹3枚，下品灵石300，宗门贡献点500，天雷峰别院一座，准天雷峰弟子无需消耗贡献点，可入生灵台3次。谢宗主钦点。谢宗主赏赐。天柱峰的事就包在我身上。哇，自己以后一定要努力修炼，希望能够早日御剑飞行。仿佛看到了100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自己还恐高，比这小家伙还不如。还不知道前辈名讳？老夫乃是天雷峰2长老徐正杰，你可以叫我徐长老，或者叫老徐头、老酒鬼都成。那我还是叫你徐长老吧，其他的太唐突了。徐长老，咱们大夏剑宗瞎子也要吗？你小子眼瞎，可心不瞎呀！真不知道你爷爷是什么人，能教出你这么个怪物。身后的东西怕是有200斤吧？500斤。当我没问。大夏剑宗，这是一个值得托付性命的宗门，瞎子又如何？瘸子又如何？我心有道，残缺能术。好一个我心有道，残缺能术！好一个大夏剑宗，难怪爷爷点名要让我来这里。走吧，先带你去别院落脚，我还得回去看看能不能再招些弟子回。我们天雷峰人少，但却十分团结。难怪之前就听到那些人在说，大夏剑宗号称奇峰3000，秀水800。这是结界探查到了陌生人的气息，等明天入峰仪式后，便会把你的身份预检明目，日后出入天雷峰就不会见到这结界了。你的院子就在这上面，山腰的位置，去哪里都方便。你那院子还带了一小块灵田，宗主对你还是十分重视的。为何宗主会给我诸多赏赐？是不是有些太过了？是有一些，感觉有点受宠若惊。一点都不过。大夏剑宗这么多年发展的不好，底子薄，不然的话，赏赐你的东西又岂止这么点？换作是其他大宗，灵石、法宝、术法、秘籍，还不是任你挑选？就算是你想要古族的长女给你做妾，都能给你办到。但是这里是大夏剑宗，无论想得到什么，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好了，这就是你的院子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关于宗门的一切，日后你慢慢了解。今日就先歇息一下。小包子，我走了。不过这小丫头气血倒是不弱，应该才5、6岁吧。这院子实在是太精致了，跟我以前在芙蓉村住的房子比起来，以前的房子简直就是猪圈。难道是天雷峰的弟子？不是说明天才是入峰仪式吗？师弟你好，我是天雷峰2长老门下弟子顾冉，你喊我师姐就行。这几位都是咱们天雷峰的弟子，都算是你的师兄。今天过来找你，主要是怕你今天没有铺盖棉絮。师弟李观奇，见过各位师姐师兄，别在门口站着了，里面坐。少年的过往经历一直都是我心中隐藏最深的东西，现在的性格也是因为和苏璇一起相处8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改变的，或者说我在有意的模仿爷爷那种洒脱的性格。慢点走，先熟悉熟悉环境。这脚下有一个台阶，上来就是石桥、石步，右手边是石桌，
左边就是池水了，你回头得小心点。弟子宗符，我就先从内务那边帮你领过来了，一会儿试试合不合身，不合身我叫他们换一个。以后就把天雷峰当做自己家，我们就是你的亲人，有什么事儿回天雷峰喊一声，师兄师姐绝对力挺你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跟我说，顾姐给你出头。大头，你去帮竹竿把家具的桌角都包一下，就知道在那杵着。好嘞，师哥。小师弟，要是徐长老这次就拉你一个回来，那你可真就是整个天雷峰最小的师弟了。有事找顾师姐准好使，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，甚至感觉她比我老娘还关心我。大头，你是不是想加练啊？你小子就是找挨骂，3年了，哼，我终于有个小师弟了。我可以忍受赵元林当着所有人的面侮辱我出卖姐姐的性命换钱，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是一个瞎子，是一个位卑低贱的乞丐，可以笑看千人讥讽我们是村口不明真相狂吠的野狗，却承受不住这素未谋面之人的半点关心。原来这人间并非只有疾苦。看什么看，都没事儿干嘛？抓紧，还有1炷香时间就该去修炼了。快去换上，给我们看看合不合身。谢谢各位师兄师姐，关奇很荣幸成为各位的师弟。师姐，你再薅师兄头发的话，估计要给他薅掉了。你不是看不见吗？我是真瞎，但我开了心眼。什么？这小子竟然豁我！我还以为真看不见，这桌子角我都包完了。兄弟们，揍他！先走了，演武场见。今儿要挑战一下师姐。切，就你？今天我来和你打。对了，明儿要不要去接几个任务啊？最近真的好穷啊。不错，果然长得英俊，更配白衣。你这剑匣够大的，长辈送的。里面有剑吗？师弟还有小秘密呢。师弟今天就好好休息吧，明日一早晨时出便是入封仪式，别迟到啊。至于为何这剑匣在爷爷口中就变成了剑冠，他也不知道。李爷爷，今天新弟子入封仪式你不去吗？不去。圣品灵根选了雷系做圣，还是个瞎子。关奇这边，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李南亭都不来。天雷峰3年没有这么热闹了，再怎么着也要过来看看。小包子呢？小丫头正趴在房顶啃胡萝卜呢。小包子，来。既然人已到齐，弟子李观奇的入封仪式正式开始。鸣鼓，敬香，请祖相。大夏剑宗，剑宗至今传承了13298年，宗主传承38代，渡劫境飞升仙界者1人，大成期2人，合体境3人，炼虚境5人，化神境15人。今日入宗，此生便是大夏剑宗弟子。从后踏上修道仙途，只要你行得端坐得正，宗门尽一切所能，庇护所有门下弟子。大夏剑宗宗训：手中剑不指弱者，心中剑不畏强敌。平天下不平之事，杀天下该杀之人。若有朝一日因宗训出手遭遇强敌，大夏剑宗必定举全宗之力护你周全。李观奇，你可愿拜入大夏剑宗，加入天雷峰所属？弟子李观奇，愿拜入大夏剑宗，加入天雷峰。敬香，入封礼成。
这是你的身份玉简，切记一定不要丢失。至于这玉简有何作用，回头你可以慢慢研究。现在嘛，李南亭，你要不要收他为弟子？为什么非要是我？老徐也可以呀。大夏剑宗这么多年，就出了这么2个好苗子。既然他选择了雷系灵根，那么整个天雷峰中，只有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无论是剑法、功法、雷系元力的运用，甚至是灵咒上的造诣，8峰长老之中，只有你是样样精通的。李观奇拜入其他人门下，我不放心。我习惯一个人不问世事，但面对圣品灵根弟子很心动。此生在入元婴之境希望渺茫，想传承所学。先前无柄是金系灵根，不合适，这个再合适不过了。小子，我来当你的师傅，你愿意吗？李观奇感受到老者的真诚和小心翼翼，看到老者眼神里的希望和期许，心中一震。弟子李观奇愿拜您为师。好，快到我身边来。我李南亭今日收弟子李观奇为关门弟子，日后还请8峰长老多加照顾。观奇，今日你我成为师徒，便是缘分。为师也没什么可以送你的，就送你一枚丹药吧。师傅，这是上品筑基丹。不行，师傅，这东西太珍贵了，您还是留着吧。哈哈，给你就拿着吧，老夫也就这点值钱东西了。原本宗主也想赐你筑基丹的，但是这种东西太过显眼，怕给你惹来麻烦，索性就想等着你炼气10层的时候再给你。但是老夫不同，既然我有，那就给你。师傅，这东西放我身上，我连觉都睡不好。这样，先放在您这儿，等我需要的时候再给我。既然如此，那为师就先帮你收着。我看你气血磅礴，断体的底子非常扎实，是有家里长辈教导过你吗？我爷爷从小就给我泡药浴什么的，每天让我负重上下山，还要打拳桩，不知不觉就这样了。难怪我看到李观奇的时候，感觉有一股清新的草药香。那你身后背的东西也是你爷爷给的，是剑匣吗？也不像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剑匣？还是实质的？是我爷爷临走的时候给我的，但是他说这玩意是剑冠，不是剑匣。如果以后再有人问你，一定要说这东西就是剑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怕有人见宝起义，杀人夺宝。剑冠只有达到法器，甚至是古宝级别的长剑，才能被如此封存。从低至高，分为凡器、法器、灵器、法宝、古宝、灵宝、通天灵宝。即便是元婴修士，也难得到一件古宝级别的佩剑。甚至很多修士在元婴之境的时候，还在使用法宝，才不外露，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。知道了，师傅。看来你爷爷也是一位修仙者，而且实力境界必然不低啊！一件古宝灵剑就这么心大的让你背了一路，观奇，你觉得何为仙？长生，御剑飞行，出剑随心，得心中大自由。小小年纪由此领悟，已然不易。有人说，所谓仙，逍遥自在，仁德和善，斩妖除魔，替天行道，享天地灵气，寿元悠悠，观世间万代沧桑，却独饮浊酒而观山不动，这是仙，但也不全是。可在你师父心中，仙却又是另一种模样。什么样？修仙路远，一路上竟是些勾心斗角、城府心计，自然时候少不了血雨腥风，重宝出世更是惹得众人前赴后继，少不了出剑厮杀。到了元婴之后，更是每300年就要经历一场小天劫，所以在为师看来，一入仙路深似海，此生再无回头路。所谓仙，就是一个争字。争？没错，与人争。
与地争，与天争，夺灵气，夺气运，夺机缘，长生万载，无喜无悲，一仙一魔。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掠夺天地灵气，成就无上金身，飞升仙界。路上荆棘遍布，那便遇山开山，遇河搭桥，以手中剑劈开一条属于你的康庄大道。师傅，弟子现在虽然还不能全懂，但会将这些话铭记于心。今日就早点回去吧，明日卯时在天水峰听课。蓝长老作为老师，给你们能上这修行第一课，切莫迟到。这家伙竟然将面前的木桩当成了假想敌，好厉害的瞎子啊！你身后背的是什么啊？我受伤了，你得负责。你自己溜进来的，擅自碰倒了剑匣，把自己给砸了，这会儿反倒是要我负责。你胸口痛不痛？没事没事，我马上带你去找人看一看。你叫什么？看到你2次了，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于岁安，6岁了。这小丫头是谁家的孩子？已经在风中看到2次了。小包子不是谁家的孩子，是我3年前下山的时候捡到的。捡的？没错，捡的。3年前恰逢大夏剑宗北域辖地内闹饥荒，整整2年的干旱，农民颗粒无收。我过去准备用灵咒降雨，就看到小丫头蹲在路边，旁边躺着一个饿死的女人，我就把她带回来了。就带她在路上吃了一顿热腾腾的肉包子，到现在我都记得小丫头抬头看向我的眼神是那么的明亮。她对我说，这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曾经的我拿着姐姐的抚恤金10贯铜钱，火化了姐姐。回家之后，我又亲手砍死了嗜赌成性，害得我母亲病重身死的远房叔父。大雪漫天，我抱着我姐姐的骨灰，回家的路上捡了2个馒头，那馒头又硬又松，但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，那无异于人间美味。也正是那天，那个火化的铺子我去了2趟。没事儿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日后你就把师父、师兄弟当做你的亲人，天雷峰就当做你的家。好了，这些东西你回头想想便知道其中关键了。这会儿你要是再不敢去天水峰，怕是要迟到了喽。蓝河可是最不喜欢迟到的人了。师傅，弟子这就出门了。哈哈，好好好，快去吧。哈，关奇，想不到你竟然选择了雷系灵根。就是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万中无一的圣品灵根，直接进入内门，可谓是一飞冲天。林东，你也不错，竟然是土系天灵根，日后必定大有前途。家里祖坟冒青烟，祖上积德。我这杂灵根能入个外门就不错了。
师姐，你看到那个身后背着一块石头的瞎子了吗？听说他就是今年天雷峰唯一收的弟子，更是比大师兄吴炳更厉害的圣品灵根。李观奇竟然是一个瞎子取了如此儒雅的名字，天资倒是放眼整个青云大陆都首屈一指。好了，该去练功啦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现在的身份是天雷峰大长老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比长老门下的核心弟子地位更高的亲传弟子，你要坐在最前方的。第一日授课就敢迟到，那就都给在外面站着。授课，想必你们都觉得进入仙门修行是一件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，但我今天要给你们上的第一课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不可轻信人心。等你们修炼到一定境界就知道了。平日里道友喊你的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一定是死道友不死贫道。这句话不用你们现在理解，记在心里就好了。想必你们也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玉简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务必一定要时刻将它带在身上，因为这将是会伴随你们一生的东西。这玉简的作用非常多，宗门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贡献积分，积分也会记录在玉简之中，而且玉简之中带有定位的能力，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看到其他同门弟子的位置，也可以用玉简查看宝阁之中的物品。其他长老授课也可以通过玉简观看。总之，这玉简一定要保存好，等你们踏入炼气期后，自然可以打开玉简的这些功能。你们可知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青云大陆北域。大夏域，青云大陆北域。原来是渔阳山少主仲离。没错，我们所在的正是青云大陆，而青云大陆所属大夏域这片天地，就是所谓的人灵界，也就是所谓的下界。人灵界共分6域，其他的你们日后自己探索吧。之所以说着这些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除了人灵界和仙界以外，我们更是有另外一界，黄泉界。也正是因为黄泉界的存在，在人灵界这不知多少万年的岁月中，会有很多大能修士夺舍，以及带着前世记忆轮回转世之人。轮回者，先前测试灵根的时候，长律就曾经击杀了2个夺舍之人，现在竟然还有带着前世记忆的轮回之人。不入仙门的话，这种事情恐怕一辈子都不知道。好了，给你们讲这些，都只是让你们认识到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什么，追求的目标就是飞升仙界。至于什么轮回者，即便是我，都还没有碰到过那种人，能够以自身大能之力封存记忆，带入轮回。这种人即便是放眼整个大夏域，也不一定碰得到一个。之所以提到仙界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：仙界和人灵界并非完全阻隔。并非是你们想象中的那般，若是如此，那还修道飞升做甚？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很重要，灵虚、命世。不用着急，我慢慢和你们解释。人在18岁之前达到筑基境者，可通过特殊的仪式和阵法开启灵虚。灵虚存在于灵台之中，幻化万物，更是天生之物。9成9的人，灵虚之中都是空无一物的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，灵虚之中会存在物品，但是这些物品也不一定都有用，只有兵器、法宝一类的东西才非常有用。蓝长老，那这灵虚之中的物品有什么用？
这就是我当初灵虚之中的物品，一件蓝灵，可用来困人，也可攻法。灵虚之中的物品就像是法宝一样，可以在身体里与心神相连，祭炼在体内。若是有相匹配的法宝，威力更甚。灵虚一生只可以开启一次，切记不可强行再次开启。当你们突破到金丹境之时，则会有十分玄妙的天人之感。若是有幸，则会有上界仙人对你赐下命使，命使可以短暂的借用上界仙人的力量对敌。所以，若是遇到身怀命使之人，与之厮杀，切记要更加谨慎小心。纳兰长老，您可有命使？大夏剑宗弟子在突破金丹境时，大多都可以获得命使，因为我们大夏剑宗的老祖就是飞升上界的大能修士。哇，我们大夏剑宗竟然有老祖在仙界！天哪，这其他宗门应该都没有吧？老祖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人物了。能拜入大夏剑宗，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好了，一些简单的知识就说到这了，接下来就是修道入门的第一课了——断体。断体境，少则3月，慢则1年，就可以达到断体大圆满。就比如李观奇，来，观奇，你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单手举起100斤巨石。石碾起码有100斤重，他那小身板能行吗？还没我壮呢。就是能行吗？别被压死了。袁长老，是这样吗？500斤的石碾就这么单手举起来了，看他挥动这2下，他到底断体之境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？可以了，放下吧。如此随意的挥动，他肩膀的位置甚至都没有晃动。他在断体的时候，到底都用了什么方法，才练就了如此恐怖的力量？引天地灵气入体，乃是修道最关键的一步。根据法诀，感应天地灵气，找到属于自己灵根所属的力量，引入体内，最后将其稳固在丹田的位置，形成气旋，便是突破断体，彻底进入炼气境。炼气境最难的就是感悟天地灵气，而灵根越纯粹的人，感悟的也就越清晰。但是将其引入体内也是非常困难的。就算是天灵根，这一步也是快则3日，慢则数月不止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，刻苦。李观奇。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吗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体内的杂质，修仙入道会渐渐排除体内这些杂质。你就先回去收拾一下吧。其他人这会可以看一下面前的断体功法以及引气口诀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。你小子这是突破到炼气境了？你不是在上课吗？怎么就突破了？在课上就突破了，这不弄得一身狼狈。哈哈，不愧是我徒弟，
还真是技惊四座啊！大夏剑宗历史上还没有谁在第一堂课上就直接突破的。走，我带你回去。我没看错吧？师弟今儿不是刚去天水峰听课吗？怎么就突破了？终于舒服多了。蓝河可是和你们讲了灵虚和命势。灵虚之事，乃是出生之时便早已注定，有或没有都一样，并不影响你的修道之路。既然你已经一只脚踏入了仙道，那今日为师便给你讲一讲接下来的修炼。炼气期一共分为10层，前3层练内腑，中3层练经脉，后3层练神。目的就是让你的身体能够更好的适应灵力，并且适应神识出现。现在的你是不是感觉到灵台有些肿胀？有点。哈哈，不用担心，那是你出去识海的表现，就和你的丹田一样。现在的你丹田还不稳固，一定不能冒进。此时的丹田就犹如新生的婴儿一般脆弱，所以修炼之时一定要心无杂念的入定修行。等你炼气9层之时，就可以尝试突破筑基境了。但是你的天赋这么好，最好是修炼到炼气10层大圆满，再考虑突破筑基的事情。以你的天赋和筑基丹的辅助，筑基一世为师并不担心。你的贡献点现在有500，可以早日去天剑峰的藏书阁找一本适合自己的功法了。这个储物袋你拿着。储物袋有什么用？这么小一个袋子，也装不了多少啊。哈哈，你尝试着调动灵台内的神识，接触一下呢，集中你的精神。想象识海中的神识就像是一根银丝就好了。我看到了颜色。你试着用储物袋将桌子上的东西收起来。李南亭给李观奇讲修真界的事，如世间有鬼、花草晶石开灵智、修炼成精怪等。一老一少坐在院中聊许久，老者讲解修行问题，告诉李观奇拳架可每日打2遍，琢磨拳架发现其精妙，考虑征求李观奇意见，让天雷峰弟子修行。快起来，去天剑峰广场。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先前那钟声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大夏剑宗的警钟之音，很少会敲响。一旦敲响，所有在宗门内的弟子都要迅速赶往天剑峰广场。应该有弟子触犯门规了。难道说这些人都是已经筑基的师兄师姐？好厉害！图魁跪下！跪下！
好你个土魁，我让你做天金峰的峰主，你就是这样管教徒弟的？好一个名下弟子，好一个天金峰，仙门弟子，好大的威风！要不是那80岁的老妪走了足足12天，走上大夏剑宗的山脚下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天金峰弟子在山下是如此的威风。我还不知道我大夏剑宗竟然出现了如此禽兽不如的败类。我看上那女子是她的福气，凭什么我要受到惩罚？况且我还给了她100两纹银，她才是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你没错，妄为仙门弟子？那女子原本在3日后就即将成亲，那小姑娘将此事早就告诉了你，苦苦哀求，你却强行，还出手打伤了那老妪。小姑娘自觉无颜面对未来夫君，在你走之后便悬梁自尽。仙门子弟，我大夏剑宗羞愧啊，羞愧！宗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这就给那姑娘的赔礼道歉，金银补偿。我这就退出大夏剑宗，给他们家当牛做马。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知道错了。你看，我死了就剩那老妪一个人，连个照顾的人没有。不杀我，我这就下山去他们家伺候他老人家受尽折磨。反正我都已经废了，我就是个废人。放我，放过我。你觉得这个弟子该如何处置？必杀。我不希望再有人触犯宗门门规，若是不清楚，就在身份玉简中给我好好看，牢牢地记在心间。土魁身为天金峰峰主，教导无方，即刻撤去土魁天金峰峰主之职，由孟灵海接任峰主之职。弟子犯错，师父无法免罪，就由你亲自带着这孽徒的尸首，去给那老妪一个交代。土魁领命。为何你会觉得此人必杀？我看不是有不少弟子都觉得那人的认错态度十分诚恳吗？再加上那老妪的情况，若是按照那弟子所说的去做，或许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对于那名犯了错的弟子来说，他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，他觉得自己乃是仙门弟子，身份高贵，看上那山下女子，是那女子高攀了。况且他还留下了100两纹银。这么多银子，对于山下之人来说，足以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所以我说，他自己并不会觉得有错。继续说。对那山下的姑娘来说，心不甘情不愿，甚至觉得那大夏剑宗的弟子是个穷凶极恶的山匪无疑。明明大婚在即，却因此丢了清白。在他心里，那弟子就是恶，而那姑娘的亲人老妪，面对一个害死了自己孙女的仇人，自然也不会接受那弟子给他当牛做马。况且以那弟子的心性，若是今日放过他，难免会下山寻仇，杀人灭口。不错，若是今日放走了他，那老妪恐怕也凶多吉少。就算用灵咒植入那弟子心中，让他无法动手作恶，给那老妪当牛做马般使唤，恐怕那老妪日日看到这仇人也不会有多高兴。所以我说此人必杀，原因很简单，以儆效尤。大夏剑宗的门规门风不可破，也是给所有人敲响了一个警钟。特别是天金峰的峰主因此受到重罚，更是震慑了门下弟子。
看来自己这个关门弟子不光是空有一份妖孽的天资，其心性更是细如发丝。分析这件事情，并非只从自己的主观判罚，更是考虑到了这一整件事中的所有人的角度和看法。你炼气1层的境界已经稳固了这么多，师傅，我刚还在想问你这个问题呢，为什么我丹田里面的气旋只有拇指大小啊？这是丹田的根基，别看它现在只有拇指大小，但这却是你开始修道的根基。当你把现在的丹田用元力填满的时候，你的丹田大小也会随之拓宽。你的丹田，但这是啥？师傅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修炼出错了？你并没有感觉到丹田的不适是吗？弟子的修炼资源日后必定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即便如此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李观奇为了这些繁琐之事发愁。没事，非常好。既然你现在已经引气成功，并且丹田核心已经聚炼完成，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去天柱峰的藏书阁挑选一部适合你自己的功法。有了修行的功法之后，你才能主动去吸收天地灵气以及灵石内更加精纯的灵气，如此一来，才能将吸收的天地灵气转换为自己可用的元力。气殿、丹塔等重要场所都在天柱峰。请出示你的身份玉简。天雷峰弟子李观奇，劳烦师兄。呵呵，原来是李师弟，你最近在宗中的可谓是风头无两啊。你要去哪儿？师兄，我要去一趟藏书阁，该怎么走？哈哈，是要去挑选功法吗？适合雷系灵根的功法就在1层的最南边，可以到那边找找。了解，多谢师兄。既然你要去顶峰的藏书阁，那就坐传送阵上去吧。5点宗门积分，还请师弟再拿玉简付一下。谢谢师兄的好意了。这传送阵，等什么时候师弟宽裕了再做吧。人穷志短，还死抠死抠的，实在出不起这5点积分。下次一定。有意思的小家伙。虾，看不见在扫地吗？我是瞎子。瞎都瞎了，还带个破布遮他作甚？怕人瞧你还折腾？我瘸腿从来不折。吓我一跳。谢前辈点拨。前辈个求前辈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山下的山水志看多了，见个扫地的都以为是绝世高人，不光是个瞎子，看样子脑子也不太灵光。哈哈哈哈！这老高也是的，脾气又臭又怪。师兄可知道那人是谁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并非有意耻笑于你。无妨，倒是师兄礼重了。师弟是天雷峰的弟子李观奇吧？那人名叫高启文，曾经……哎，不说了，反正别招惹他就行了，不然他能追着你在宗内跑上3大圈。早知道骂他丫2句好了。
我以为是宗门里的隐士高人了，白挨一顿骂，我还没还嘴，亏啊！要不把他扫把撅了。这样的衣服才舒服。小子，你也是。以前当乞丐的时候，就觉得褶皱巴巴的衣服才软和，可惜就穿过一件，把这件穿成我以前那件一样，又不知道要多久。那就穿自己的衣服，不就完了？小子，这断体的底子打的是真好啊！就连我都想知道。你小子是怎么练成这样的了？老夫名为林道言，你叫我林老就好了。弟子李观奇，见过林老。你小子就是最近那个觉醒了圣品灵根的吧？最近倒是在宗门中风头正劲啊。别再一层找了，陆康年给我打过招呼了，特例给你一次进入第3层的机会。多谢林老。大夏剑宗出了个好苗子。师弟，雷系功法在这边有几部很不错的，还是黄级上品的功夫，十分适合你。谢谢师兄了，不过我要去3楼。师兄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那么多积分。我就说嘛，师弟才刚刚入门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积分直接上3楼？1楼好一点的功法也不过300-500积分，同样也不错。2层最低都是1000积分，你可以去楼下东南角那边看看。宗主破例让我上去一趟挑选。你好，天金风叶风，天雷锋，李观奇。听说过你圣品灵根，好生羡慕啊！我这个觉醒了王品灵根的人，在你后面都没有掀起一点风浪来。要不要打个赌，看看谁拿到的功法品阶最高？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来呗。我这天赋和你比起来还是差多了，现在已经感应到天地灵气了，今晚应该就可以引气入体了。唉，我就不行，到现在了还没感应到灵气呢。那就这100块下品灵石当做彩头吧。哎呀，那我岂不是占了你便宜？这样，要是我赢了，我就拿1半的灵石；要是我输了，我的这100块灵石就全都滚。这怎么能行？说好了打赌。好了，就按照我说的办。你先来，还是你先来吧，我怕我一个都抓不到。好吧，那就我先来吧。这东西也十分简单，主要是看速度。这家伙断体之境十分扎实，难怪对方如此有恃无恐，看来也是源自于自身的实力啊。不对啊，那天大厅之中就是所有弟子了，除了有一些迟到的。这兄弟该不会第一天就迟到了，压根儿没进去吧？哎，这东西还是挺难的，速度太快了。
我也就勉勉强强拿了个玄级上品的功法。金匣心法，看来也是同样匹配叶枫的灵根功法，还不错。哎，看来我这灵石是保不住喽。哈哈，没事儿，我这人就爱赌，什么事儿在我看来都能赌一把。所以你要是真输了，我就收你一半灵石就好了。我叶枫毒品极好，说到做到。这是想减轻一些重量，增加速度和灵活性吗？可区区一个剑，我靠！谢谢叶兄的慷慨解囊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你，我怎么了？你身后那剑匣有多重？500斤啊！500斤！你现在可是已入炼器？炼器1层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个时候过来找功法。实在是丹田长得很，又没有修炼功法将吸收的灵气转化为元气。你也没说，你也没问啊。好，这些我都不和你计较。但是明显我的功法灵光更加强盛，我没输啊。九转行雷经。地级中品残篇上半部，因缺失金丹境之后的功法，定级为玄级极品功法。又赌输了，我运气就这么差，这都能输？欢迎下次再来找我打赌。3个月后的第一次的入门考核，我们要不要再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还没想到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下次我一定要把这次输的赢回来。要不要给你留点灵石修炼？没事，回头我让家里给送点就是了。掏钱，10块灵石。林老，这事儿还真不怪我，是叶枫非要和我打赌的，然后我就用力过猛，弄坏了那么一点点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兄弟叶枫说他替我出这个钱。李关奇，你欠我10块灵石，不知道赌徒被别人欠钱是要坏运气的吗？师傅，你怎么在这？这不是想看看你拿到了什么功法吗？拿了一本残篇。你没拿到那本混元天雷功。没事，等你到了金丹的时候，到时候为师带你去一些拍卖会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碰到更好的功法。我帮你梳理一下功法的问题，你第一次修炼，以免有什么问题。坚持住啊！糟了，忘记告诉他，冲破经脉之事不能急于求成，可以过每天突破一点了。镇守天灵，紧收心神。
难道不是这样？以前的山水志上不是说，一般这样的东西里面不都有个老头啥的吗？难道也不是滴血认主？不应该啊！我听说一些法器、灵宝什么的，不都是需要滴血认主吗？一定是我滴的血还不够。这是咋了？咋这么想不开，割腕自杀啊？哎呦，我的傻徒弟，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？我的妈，也这是流了多少血啊！来，先喝点水。那个，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关奇啊，为师虽然只是个金丹境，但如果你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和为师说。不说其他的，大夏剑宗之内，除了宗主以外，你受了任何委屈，你师傅都能给你讨个公道回来。所以说啊，你一定不要想不开。你的修道意图如此坦荡，怎么这么想不开寻死呢？来，你给为师说说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没事，说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如此欺负我李南亭的弟子。哈哈哈哈！小瞎子比我还笨，笨死了！竟然失血过多晕了过去，好丢丢哦！哈哈哈哈哈！用欲所求，人不得愿。斗胆笑日月射落，百转相见照太破。谁负入，谁流离，谁稳定，谁失措？此卷何必笑我？谁情会见你我知，我正执着，任何心在九州来闯祸。当作天阴一时，谁将明眸残彩如心花？昨是我双掌一天藏刀复活，奈何相互助者人心如墨。所谓天下第一，怎有我天高海阔？我能感受到，是你吞噬了我体内的元气。如果你有灵，我希望我们能谈谈。我只说最后一遍，谈不谈？给脸不要脸！别，搞色诱这一套对我是不管用的。你没有任何资格拥有我。什么是资格？区区剑灵而已，能现身而出，还是偷了我的元气？你又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趾高气昂？你凭什么这么高傲？就凭我是沉睡了不知道多少年，竟然会因为你一个毛头小子心生怒气。今后你修行的元力，我要一半。我让你在筑基之后动用里面的一把剑。不稀罕。什么玩意？一个偷我元气的剑灵而已，装什么装？老家伙，这是你第2次威胁我。臭娘们儿，我只给你3次展露杀意的机会，错过这些机会，我必杀你。我孙子吃软不吃硬，想跟着他，我劝你服个软。好，我还给他。
怎么着，赖上我了？我们可以好好谈谈，我可以把吸收你的元气都还给你。坐下谈。您是谁？剑灵。那剑匣里面的剑灵，剑匣里面一共几把剑？那你可有名字？现在的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如果不知道叫我什么，就叫我剑灵好了。凭你现在的力量，无法承受其中任何一把剑。或许当你到了金丹境，才能勉强掌控第一把剑。至于我，哼，你就不要想了。我让你这样一个剑灵留在我身边，除了我给你元气以外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但是只能看，感觉有点亏啊。以后我会指导你修炼。我有师傅。我和他不一样，一个小小金丹，就算是曾经突破到过元婴，也不过如此罢了。我所能教的东西，这天下没有一人能够办到。这剑灵怕不是个残缺的吧？怎么感觉脑子不太好使呢？要不不要了。这是那部残篇功法的后续。这种垃圾功法，后续推演不是再简单不过了。不过这本功法倒是挺契合你的灵根的，所以在化神之前倒是不着急换功法。瞧不上也没说给我一本品阶更高的功法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了。不过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这得再吸多少啊？一直吸。那岂不是说以后我修炼得来的元气都要分你一半？这次只是为了我的苏醒而已，在你筑基之前我可以不要了，但是后面必须分我。我一会儿可以把吸收你的元气都还给你，但是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给我分一点，毕竟我需要维持现在的神灵不散。随手便可续写修改一阶功法，关键它还只是一把剑的剑灵啊，那把剑该有多强？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一直吸在手里。无论如何，你不要死。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不要死？以他这种境界层次来看，绝对是个了不得的东西，绝对不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啊！但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就这么短的时间就被我的霸气给震慑了，爱上我了？